辉达吸手了 Nokia， 华为这下惨了吗？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治愈，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未来。未来的世界由谁定义呢？黄仁勋。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好好来看看哦，这个黄仁勋辉达的 GTC 大会当中，突然宣布了一个消息，这是一个入股案，然后大家听了之后就觉得摸不着头绪哦。这个入股案，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听说了，那就是辉达呢，它要斥资10亿美元，它要拿到 Nokia2.9%的股权，然后呢，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当然这个 Nokia 的一个股价就是一路的往上喷出嘛。Nokia 呢，大家对它的一个印象就是以前很厉害，现在是不是不怎么样啊？它是不是被 iPhone 给击垮的一个帝国呢？过去棒呆了，但是呢 ，iPhone 出来之后，它的手机好像就不怎样，现在甚至呢，好像是股价直落。你去翻开 Nokia 过去的一个股价，你就会发现说，哇，它那个股价是一路跌。但是辉达现在宣布，他要来买股权，他要来跟他策略合作，他要成为 Nokia 的股东。你光从股价来看，你就觉得他找到了那个支点，那个反败为胜，那个置之死地而后生，那个感觉要开始由跌转涨的那个支点了，是这样吗？但大家都好奇的是，以黄仁勋的聪明才智，他为什么会去投资一家大家看就觉得不怎么样的公司？他肯定有他的道理，对吧？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好好聊聊，到底黄仁勋看到了 Nokia 什么样的价值，还是其实 Nokia 闪闪发亮，只是他蒙尘而已。现在黄仁勋来了，要帮他擦亮他的招牌了哦。我们今天就好好带您来看了哦。好，那首先呢，他买了这个Nokia 的股权之后呢，大家就开始好奇，开始梳理到底他看中的是什么。于是乎呢，就会有一个名词跑出来了，那叫做这个 AI RAM。AI RAM 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回想，我们重新来想想，到底 AI 人工智慧是什么？你说哦，它需要非常大的算力，它收集很多的资料，然后呢，大数据整理它，用算力去统整出来，人工智慧，对不对？生成式 AI。好，但这一切的一切都围绕在它会有海量的资料需要运算，所以它会有极大的一个算力的需求。当然，你要有算力，你就回想你自己在使用这个 ChatGPT 的一个经验是什么？我问一个问题，对吧？然后呢，它发出去，好，无论你是在手机，亦或是你在电脑 PC 端发出去这个问题之后，传输到那个中央云端的那个大脑里，然后呢，它帮你运算，然后它把结果回来给你。这过程什么意思？你要有一条网络上的高速公路，对吧？我要把这样我给他的资讯通通都传出去，他再回给我他的结果，对吧？好，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会有什么状况呢？当一个人用还 OK， 2个人用很快，3个人用没问题。但是当1万人用呢？2万人用呢？30万人用呢？3000万人用呢？如果全世界大家都在用，有一天3亿人都在用呢？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传输的一个效率好吗？会不会全部都在网络世界大塞车呢？黄仁勋他找 Nokia 合作，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在铺设他辉达帝国的最后一里路。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带大家好好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AI RAM。AI RAM 呢，就是当这个人工智慧生成式的 AI 哦，当大家要开始，你要觉得它的未来就是大家都要用嘛，对吧？好，那大家都要用，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网络塞车，它怎么样解决网络塞车？大家其实也听得很多，那叫边缘运算。过去呢，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上传网络，然后到最大的那个大脑云端去，它把资料回给你它的结果。但是呢，这样就会很多卡关的问题，会有非常多传输的问题。于是边缘运算这个字就跑出来了。边缘运算什么意思啊？它就是呢，它的运算的地方越靠近你的资料越好。越靠近越好。比如说我们刚刚跟大家形容，你从手机嘛，我要问一个问题，问这个 AI， 然后它要传输到大脑再回给我。那如果我的手机就能运算呢？如果我就在手机问，手机就能回答我呢？这就是边缘运算的一个
道理哦，当初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真的这样去发展，所以呢，他说，我们要越靠近那个资料来源，就可以让它降低它的 delay 嘛，它的一个延迟性就会被降低，然后它的一个效率也会变得很高，因为很快嘛，都在我手机里头运算，然后我也省去了那个传输的过程，所以呢，就节省了频宽，所以听起来你觉得边缘运算应该是最终那个生成式的人工智慧啊，应该是终极的大解答，对吧？好了，那边缘运算要怎么做法？每个人的手机都那么棒吗？你会愿意花这么贵买一个你的手机就能运算的一个超级无敌 super 手机吗？好像也不一定。所以呢，现在大家发展到说，那我可能不一定在手机上运算，我可能在接近我的资料来源的地方，我不用到那么远的大脑去，但是我就近。如果也有一个小大脑呢，我是不是也可以解决到很多的一些难题？所以你就看到了从最大的大脑，然后呢，你手机上你的手机一个小小大脑，那你可能有个中大脑在哪里？基地台，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啊，这黄仁勋看到的就是这个商机，他要做 AI RAM， 就是呢把这个基地台，你就想象它就是一个 RAM 的概念哦，然后呢，它把里头有 AI 的一个功能把它加进去，加进去之后呢，那这个基地台每个都变成一个中大脑，中大脑呢再延伸出去到你自己手机上的一个小大脑，然后它把它整个生成式的 AI 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给它铺设完成，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找 Nokia 合作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因素了哦。好，那大家理解了那个概念之后说 OK， 我要找一个拥有这个基地台技术的一个公司，然后跟他合作这样的一个 AI 的 RAM， 然后呢让每一个基地台呢突然间它从一个就是一个硬体提供频宽，让大家这个频宽的一个中继发射这样的一个概念，变成它如果有 AI 功能，它就变成一个平台，它就不仅仅是一个设备哦，不仅仅是硬体而已。听起来好像很合理。那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那我们就来看6G。6G 呢，现在还在这个，当然还在发展当中。那我们就来看6G 的专利，现在谁领先了哦？6G 的专利呢，到目前为止，全世界6G 的专利大约有38000件，美国占35.2%，日本呢有将近10%。中国第一名，中国目前在6G 的专利当中大约有40.3%。你光看这个绝对数字是压倒性获胜，但是呢，这压倒性获胜当中非常多都是华为的专利。大家也知道，华为到目前为止就是被整个西方世界针对的一家公司，因为大家觉得它背后站的就是中国政府，所以呢，华为现在可以说炮火来，华为都是那个第一线的承受者，很辛苦，但是他就撑在那个地方，那是中国的骄傲跟面子。好，那我们来看它有这么多的专利，但是呢，你要怎么把它好好利用嘛？我们看到了未来6G 世界当中，规格制定非常重要，标准制定很重要。现在呢，大家就是拿着专利哦，谁专利多，未来的话语权就大。我只要能够制定标准，那就是立于不败之地。华为现在就拿到这么多的专利，它要制定标准，但是它面临到非常大的挑战跟困难是，西方世界通通加起来，它的专利数字 maybe 比华为更多，所以呢，未来要抢这个标准，哇，真的又是一般腥风血雨了哦。好，那当然呢，中国常常有这么一句话哦，中国现在是由工信部，然后呢带着华为，然后呢带着营运商、装置商跟这些这个科研机构，大家一起在努力6G 的这个部分，希望未来把标准制定下来，用中国的标准，亦或是未来或许真的就是中国一套标准，西方国家一套标准也不一定。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会全世界的这个网络世界可能又会非常混乱，还是说有什么样复杂的方式让他们并存？我们可以继续来看观察下去，因为现在标准都还没有制定，现在就是那个还在肉搏战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各家都努力在争取这个专利权哦，就是希望未来的这个话语权可以盯到最大。但是呢，我们来看到，也在此同时，你就看到了现在美国更加努力的在封锁华为。这个美国的 FCC 啊，美国的这个联邦通信委员会最近呢又下了一道禁令了。
不准买中兴、华为，又来了。你就说早就禁了，对，它现在呢不仅仅是说设备不能用，它现在连认证都不行。什么意思啊？中国呢其实有一些认证单位啊，有很多的一些专利啊，或者是一些标准，或者是比如说你拿一个手机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你要有认证嘛。认证之后呢，大家就有公信力 ，OK， 你的东西是 OK 的。好，但是呢，现在美国说连中国认证的我都不认。对不对？不行，你要找那个西方国家认证的，最好是我美国认证的，我才觉得你 OK。那如果你这样的商品是中国认证的，你这不 OK。所以呢，他连认证这一关都要卡。你看到那个铺天盖地的卡，就卡关，卡死你，卡脖子。好，那现在呢，过去的一些华为的好朋友们，过去华为呢，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些电信设备商，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网络设备早就用华为的。那已经是华为的，你直接在华为的一个这个标准上升级，不是很快嘛？又便宜，然后呢又非常经济实惠。但是呢，现在因为美国来这招之后啊，很多过去用华为设备的一些好朋友，现在就变心了。比如说我们看沙特哦，沙特呢他们要发展 AI， 他为了要拿到美国的晶片，先进晶片，所以他已经说了以后不用华为了。你卖我先进晶片好不好？所以你看到当一个一个的朋友在离开的时候，华为接下来真的会很辛苦哦。但是呢，华为最神奇的就是从2018年开始，那个时候华为跟中兴然后被封锁，然后你看到中兴好像哇很惨很惨一蹶不振，但华为一直挺在那个地方哦，那种感觉好像是枪林弹雨当中，然后你就看到了一个老兵，然后头上包着绷带，然后身上可能有这个枪伤，流着血，但是他依旧啊这个拿着他枪杆子当拐杖撑在那个地方，还是一夫当关，我就是不倒下。华为很像这个印象哦。那目前为止呢，你就看到了华为还撑在那个地方，而且呢，现在呢，这个华为任正非创办人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凡是我们买不到的，我们就自己造。”真的哦，他真的自己造，所以呢，你看到现在这个中国的部分呢，感觉是全国一盘棋，然后大家呢一起力往一处使，然后呢就是买不到的我们自己造，所以呢半导体先进的买不到，我们就自己造。现在呢这个中国就请全国之力啊支持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的半导体的国家队，现在呢花费大量的一个这个金钱、人力、物力的，希望把这个自己造的这个半导体的供应链给造起来啊。但是呢，任正非这样讲，曾经在内部会议当中流出来说，如果真的还是拿不到 EUV 的话，很可能5奈米就会是中国的一个天花板。那看要怎么样突破它。但是呢，目前为止还在努力当中。另外呢，主要带您看到是鸿蒙，华为最近的一个进展啊，你说它到处被卡脖子，但它还是依旧可以找到一点点缝隙，然后就把头伸出来呼吸，很神奇。最近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华为秀出它的人形机器人，这个鸿蒙的这个机器人啊，叫做夸父。那这个夸父呢，它还蛮神奇，还会跳舞，还跑步，然后用各式各样的场域，它都可以用哦。然后呢，在这个工厂的场域当中，它可以搬重物，然后呢，在这个比较文化的场域当中，它跳舞给你看，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形机器人。我们都讲，那就是一个 AI 的一个应用。活生生的 AI 在你面前就是一个机器人，所以呢，我们看到华为公布了他们的这个夸父的这人形机器人，就是在告诉大家说，西方国家再怎么卡我们依旧做得出来，对不对？可能当然它的精细度可能有差，但是我做得出来呀。那我们就来看继续如何技术突破。那除此之外呢，你看到了当初这个华为被赶出了 Android 阵营之后啊，你看它历经了一段的一个低潮期，但是现在重新的又开始发华为的旗舰手机嘛，然后也非常惊艳全世界。Mate 80即将又要展开了。这一次厉害之处在于，他说，你把我从这个 Android 阵营踢出来，但没有关系，我可以拥抱你哦。所以呢，华为呢，它未来它的这个鸿蒙6啊，这个鸿蒙的系统啊，他说我要包容大家，所以呢，它即将可以跟 iPhone 手机互传图片、文件、视频。你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以后呢，这个鸿蒙可以跟这个 iPhone iOS 可以互传。那下一步呢，它今年12月，他们预计呢也要跟 Android 阵营也可以互传。所以呢，他希望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整个生态的一个这个大融合，可以去多吸纳一些这个
iPhone 手机的用者，然后或者是 Android 手机阵营的一些这个消费者，也可以很快的换到鸿蒙阵营来。所以你看哦，虽然说是被封锁，但是呢，你给他时间，中国其实追得很快哦。但是呢，现在美国又进一步的要开始要封锁了，下一个战场在6G。我们继续来看看6G，当辉达现在呢出了这一招，去买了 Nokia 的股权之后，未来在6G 这个战场当中，哇，这个竞争很激烈了。虽然华为有最多的专利，而且是全国上下一心的在帮忙它，但是呢，有辉达加上 Nokia， 未来在6G 的这个标准制定上，到底是谁胜谁负呢？还不好说哦。我们看到辉达这次买下 Nokia， 你可以感觉那种就是未来的 AI 世界我说了算哦。AI 世界的规则制定，游戏规则我说了算，老黄说了算，感觉很像这个老黄最后呢，要这个出来讲一句话了，他就是说这个 Welcome to my world， 对不对 ？AI 世界就是黄仁勋的世界，所有的规则他制定，游戏他来写，所有的话语权他来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在这样的一个铺天盖地底下要怎么样生存呢？就来看华为顶不顶得住了哦。好，当然了，6G 的这个规则制定还没有，这是一个还在 ING 的戏码，我们可以继续观察未来会如何演变。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这个是6G 大战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下回见，拜拜。